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，开封过滤回大桶后，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。这个简单，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。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。这速度也太慢了呀！本来想放弃的，但尝了一下口感，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，且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。为了这美妙的口感，值得我琢磨解决方法。首先，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。将皂土软化1天后，倒入到酒液中，沉降了7天，果渣明显的下沉了，但依然有氧化分层，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。这颜值送不出手啊，还得再想想办法。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，每次倒15毫升6小罐，经过测试，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，离心1个小时，效果最好。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。为了严谨一些，我盖上了盖子，又放置了7天，发现依然透亮无比，而且没有分层，没有沉淀。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，1小时只能出80毫升，我总共有8升的酒，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，时间还是有点长。但总的来说，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，酒体就会透亮，而且不会氧化，不会沉淀。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，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，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很多，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。开工，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，再转入到0.1微米折叠棉中，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。2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酒体果然清澈，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不过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。但看着透亮的液体，一切努力都值得。好了，我先装2瓶送检，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。有粉丝说自己泡的酒没有我送给他们的好喝，其实基酒的不同，水果的产地，原材料的比例都是影响口感不同的关键，尤其是基酒的不同，最终会导致泡酒有天壤地别的差距。分析原因是基酒的滋味跟水果滋味互补得当，才会让口感更加饱满顺滑，反之滋味不合，那泡酒就是画蛇添足了。自从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只能不断做实验，去寻找搭配每种水果最适合的基酒。因为我实验比较多，所以我都是对比很久才找到既保证正品还便宜低价的渠道。最近发现抖音商城超值购，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或点击商城按钮进入抖音商城，找到超值购频道，买大牌酒水特别实惠，官方补贴只讲低价，假一赔10有保障。活动期间每天都能1499元抢茅台，real只要1元。我正好采购了1箱金世缘，这款酒的气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淡雅，其甜绵爽静香，适合我调酒以及做泡酒实验。马上中秋了，结合上次东方之珠鸡尾酒的吊香玫瑰的经验，我试验了一下吊香桂花，调一杯中秋满月酒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方法。用冰块加酒，冷调取桂花香气，加入柠檬汁和石榴糖浆，还有之前做过的恒温水域工艺的橙皮酒，最后 shake 一下倒出，再取一片圆形橙皮做装饰。桂花香气比玫瑰香气更好的萃取，原酒的淡雅感在花果味间若隐若现的穿插，整体非常饱满有层次。好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！大家有什么泡酒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，我一般都会回复的。之前邀请大家品尝过红枣朗姆泡酒，前一段时间翻看书籍的时候，发现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米酒浸泡的做法，而我用蒸馏的高度米香型纯粮酒试验了一下，发现跟朗姆酒对比，米香感在口腔回味很好，而且口感顺滑淡雅。不仅不会破坏泡菜的香气，成本更是不到朗姆酒的1半，怪不得它的口碑在全网还不错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制作点。红枣去核后蒸一下，这样红枣的滋味更加醇厚干净。红枣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不用加糖。冬天马上到了，大家可以放入点枸杞或人参，这2种材料比较应季。红枣泡酒之后，红枣会飘上来，这样浸泡效果会弱一点，所以我一般加入一个玻璃盖子。试验用的是大桶的九江双蒸纯粮酒，53度能更好的激发出泡菜的内含物质，保存的也更久。最后倒入酒密封就行，大约1周以后就可以喝了。其实红枣浸泡1次后，还有很多滋味留在枣里，我们可以按照老一辈勤俭节约的泡酒方式，在酒大概喝到1/3到1半的时候，再续上同样的酒。泡好的酒大概40度左右，每天喝1两，基本上150块的酒，30块钱的枣，5块钱的枸杞，够喝1个冬天了。大家学会了吧？据说一颗贵的茶叶蛋价值3000元，那我做的这个超大号的浓香醉蛋应该可以卖8000元吧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中秋节快到了，按照我们的传统，总要收礼和送礼。我给几个哥们儿准备了检测合格的泡酒，礼尚往来，我也收到了他们的礼物，有600年历史传承的高端浓香酒水井坊井台，这个可以理解。
但奇怪的是，还有一颗鸵鸟蛋。酒好说，水晶坊景台我喝过，酒体饱满净爽，来盘花生米我都能喝半瓶。包装也很好看，宫墙红配琉璃金，人文史诗画卷，天府宝地图，传承与创新烧画，每个细节肯定都是经历了反复的打磨，不愧是酒中美学。但这个鸵鸟蛋怎么办？据说保质期也就10来天，着实令我头疼。我做酒还凑合，但做菜始终不开窍。正在发愁的时候，看到还没有开封的青梅酒，我突然来了灵感。泡酒是泡嘛，茶叶蛋其实也是泡嘛，原理差不多，那干脆做一个浓香醉蛋。首先蛋要清理一下，消除掉有可能出现的沙门氏菌，再小火慢煮。蛋比较大，我煮了1个小时，应该熟了。鸵鸟蛋拿来晾凉的间隙，做了一个香料汤。锅内重新倒水，放入冬虫夏草、铁皮石斛、大料、花椒、香叶、肉桂，再倒入老抽、盐、糖，熬煮入味。晾凉后的鸵鸟蛋要敲碎，据说皮比较厚，我特意准备了勺子、小锤子和大榔头，没想到勺子就搞定了。最后放入泡酒罐里。既然要做浓香醉蛋，那就用少许水井坊景台600年酝酿的虎椒池中的1号菌群，是酒体不可替代的香味来源。酒体醇厚，香味独特，这么珍贵的酒，倒入少许就能给鸵鸟蛋赋予浓郁的酒香。我预估鸵鸟蛋的嫩和细腻，香料汤的浓郁，再加上浓香酒的醇厚，口感一定非常浓郁。最后以防保存，中秋节哥们来找我，美酒配醉蛋，应该算是一个价值8000元的大惊喜了。今天开封浓香型红茶荔枝酒。由于我家老爷子喜欢喝浓香酒，3个月前我专门用浓香酒给他泡了一瓶。一开封就能闻到熟悉的浓香酒味，酒体是红茶的深红色，入口是淡淡的浓香感，中口是荔枝的果味和果甜，后口又是浓香酒自身的滋味，整体非常顺滑，完全感觉不到辛辣和刺激。红茶的味道一直穿梭在酒中，仿佛一有空隙它就钻出来，在口腔中活跃。浓香酒自身的味道也贯穿始终，在我把酒都装瓶之后，还依然能够回味到。总体来说，跟之前用伏特加浸泡相比，口感截然不同，这也是我觉得泡酒最有趣的地方。